雞軟骨的脆口性是無話可說的，但是它吃起來好像沒什麼味道，可是相當的乏味。它的麵包吃起來相當的乾，口感吃起來是粉粉的，但它的炸蝦吃起來有點苦澀，可能有點炸太久，有點過黑，所以這一整個組合起來呢，就是有點糟糕。在吃蛤蜊的時候要小心，蛤蜊吐沙好像沒有吐得很乾淨，整個沙感在口中，真是有點。嗨，朋友們，歡迎來到董 Miss， 我是你們的好朋友歐文。今天我們來到高雄超級夯的串燒吃到飽勝地，沒錯，就是串肚肚。今天呢，感覺這個環境非常像日式居酒屋，還蠻漂亮，非常的有氣氛。這邊不只有串燒吃到飽，還有一些鍋物海鮮，座位呢是蠻寬敞的，大概的2人到4人一桌。桌呢，它這邊有2種價位，一種是898跟1098兩種，那就差在這邊有丼飯牛舌跟 A5 和牛的牛肉，那現在還可以加點一些海鮮299。那因為這個要自己烤，所以歐文就沒有點了，因為我覺得太麻煩了。如果想吃海鮮的人呢，你們再自己過來烤咯。那这邊還可以加點啤酒99元。那我剛剛是12點半進來，那之後大概上了這一桌呢，大概是等了大約2到30分鐘。所以朋友你們進來的時候呢，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咯。哇，這一整餐呢，是不是看起來超級豐盛的呢？那我們就開始享用吧 ，Let's go！ 嗨，朋友們，今天好嗎？再難都要記得微笑哦。那我們今天來到串肚肚，一進來呢，這裡就是一個櫃檯大廳，裡面長這樣子，感覺還蠻有日式燒酒屋的風格哦。一進來就是櫃檯，再往前走是他們的這個有啤酒牆在這邊，在我旁邊有一個冰淇淋，冰淇淋有2種，有 mango 跟樂天2種的冰淇淋。廁所是在樓上，那另外一邊座位區是在這邊，整個用餐環境還是蠻漂亮的哦。嗨，朋友們，我們點了一整桌，歐文把所有的牛肉都點下來了。那我們先來吃沙朗牛肉串。一入口是那香甜的醬香味，整個牛肉口感呢也不會給你一味的扎實，帶點軟嫩。在咀嚼過程中呢，你會稍微感受到辣味以及白芝麻的香氣，整個口感層次是相當豐富的哦。吃完表現不錯的沙朗牛排之後，我們來吃一下菲力。吃完沙朗之後，續着吃菲力的時候，你會覺得這個真的是有夠硬的，完全沒有軟嫩的口感，香味是蠻足夠的，只是說缺少了一些汁液，比較乾柴的一些。旁邊的牛雙醬看起來是相當可口的，還在滴油呢。雙醬牛的口感是相當的軟嫩的，但是因為它有點筋膜，所以咬起來是有點拖泥帶水。但我覺得這個蠻好吃，因為它有點油脂在，所以吃起來不會說太過於乾柴，還蠻滑嫩的。吃完表現相當不錯的雙醬牛，接下來我們來吃一下橫膈膜。橫膈膜歐文就相當的喜歡了，因為它帶點油脂，在經過炭烤過後，整個香氣更為濃厚了。那咀嚼過程也不會給你一味的軟嫩，還帶點稍微潤口的嚼勁，可能吃起來是蠻香的。在歐文手上的牛小排看起來是相當迷人。歐文就喜歡牛小排這種口感，相當的軟嫩。旁邊的嫩煎菲力絕對要試上一口吧。嫩煎菲力吃起來是相當的軟嫩的，而且我覺得它的炭烤過程拿捏的恰恰當好，大概是在6分熟左右，看起來蠻粉嫩的。朋友，那我們所有的牛肉都吃完了。歐文最喜歡它的嫩煎菲力，吃起來是相當軟嫩，而且它的炙烤功夫是拿捏的恰恰剛好，大概6、7分熟，火面還是粉紅色，相當的漂亮。其他的可以不用吃，但歐文覺得橫膈膜跟嫩煎菲力絕對要試上一口的。在歐文手上牛舌，歐文已經迫不及待。牛舌最怕就冷掉的時候呢，變得非常的有嚼勁，非常的乾硬。那我們試看看。他們牛舌表現還不錯，稍微冷掉，不會感覺到乾硬的那種窘勁，非常的軟嫩，油香氣十足。吃完相當軟嫩的牛舌之後，我們來試上蔥花牛肉。
它的蔥油牛五花，整個口感帶着日式照燒的風味，伴隨着甜味，還有加一些生洋蔥以及蔥花，更添加了辛香的口感，令人回味無窮。但是吃了幾口之後，你會覺得它的甜度好像有點太甜跟太鹹了，整個是充滿重口味的風向，絕對要配一點主食，不然你等一下一定會喝一加侖的水。在歐文手上的羊小排，歐文已經迫不及待。羊小排的軟嫩度是無話可說的，但是因為它有伴着一些筋膜在，所以吃起來可能會有點拖泥帶水的口感。它吃起來羊肉的味道稍顯不足，它整個口感是還蠻重的甜味。接下來這一輪來輪到有關於雞的烤串，雞牡蠣，大腿跟屁股相接的那一坨肉。雞牡蠣表現的是相當好的，但是我覺得它的燒烤程度還不夠，炭烤久一點的話，炭烤的香氣應該會更加足夠。再來是雞腿。相對於雞牡蠣，雞腿吃起來就相對乾柴了一些，它的口感吃起來比較像雞胸肉，怪怪的。那它上面還有一層雞皮烤焦，反而有點苦澀味。朋友，你們喜歡吃七里香嗎？喜歡的人在下面留言哦。又有又滑的口感，真是相當滿足。在我們手上是最喜歡的雞胗。雞胗的脆口度是相當足夠的。那如果喜歡吃軟嫩的朋友，這個就真的不太適合你。這個需要一點牙口的，吃起來是相當的堅硬。這兩串雞心看起來是相當的可口哦。歐文最喜歡吃雞心，不只能 Q， 還帶點脆彈的口感。那歐文手上的雞軟骨脆口性一定是十足。雞軟骨的脆口性是無話可說的，但是它吃起來好像沒什麼味道，單純就是一個純粹的脆口，整個是相當的乏味的。在旁邊的豬五花油香氣十足哦。雖然它的豬五花肥瘦相間，看起來相當的漂亮，可是吃起來還是蠻乾柴。我以為它的肥油層可以至少帶點軟嫩的口感，但吃起來是相當的油膩。在歐文手上小巧可愛的炸蝦小漢堡，蠻深膩的口感。这炸蝦小漢堡，歐文就不太推薦了。它的麵包吃起來相當的乾，一點軟綿綿的口感都沒有，口感吃起來是粉粉的。但它的炸蝦吃起來有點苦澀，可能有點炸太久，有點過黑，所以這一整個組合起來呢，就是有點糟糕。這麵包是真的乾硬的。剛剛的天婦羅炸蝦表現得相當的不及格，接下來我們來吃一下日式炸蝦。日式蝦排裡面是真的是蝦子哦，不是一般的蝦米，整個口感是相當的甜香的，外表炸酥脆金黃，外酥內 Q 彈，整個口感層次是相當美味的。朋友，如果你有來的話呢，炸蝦漢堡就不要吃了，只吃這個日式蝦排就可以。在蝦排過後就是韓式蒜味醬油炸雞。入口的酥脆度表現是上佳可行，伴隨而來的蒜味及醬油的香甜口味稍微欠佳了一些，吃起來跟台式鹹酥雞還蠻像。旁邊的伊比利豬看起來厚度相當厚實。伊比利走了一個是相當軟嫩的路線，且口感油香氣非常濃厚，不單單給你軟嫩口感，旁邊的油脂層帶點 Q 彈脆口，我覺得這個吃起來跟我們便當店的雞里豬還蠻像。吃完相當軟嫩的伊比利豬排，接下來是日式炸豬排，相當厚實的炸豬排，伴隨着香草的香氣，但整個口感還是稍顯乏味一些。那我們沾上一下沙沙醬。再吃那麼多糟呢，歐文有點渴了，蠻喝的可樂。在歐文手上的日式燒鯖魚，看起來味噌香氣是相當濃厚的哦。軟嫩的豆腐。
魚肉的細緻軟嫩度是相當足夠的，吃起來好像沒什麼味道哎。在咀嚼過程中，伴隨着黑胡椒的嗆辣感，是相當辛辣的。接下來是歐文手上的一葉干，比臉大的一葉干。魚肉的細緻嫩口度是絕對有的，但是就缺少了一些鮮甜的感動。它旁邊還有一些椒鹽，我覺得這個撒上椒鹽應該是蠻好吃的。来，朋友，接下来我們來吃剝皮辣椒蛤蜊雞湯。蛤蜊看起來是蠻小的。在吃蛤蜊的时候要小心，蛤蜊吐沙好像沒有吐得很乾淨，整個沙感在口中，這是有點嚇一跳。再是香菇，香菇真的是有夠鮮嫩的。高麗菜。所以我們就把它吃完吧。沒有，接下來就吃甜點咯。叫了很多串的糖葫蘆，有草莓跟麝香葡萄口味。那比較可惜是它的麝香葡萄跟草莓的麻薯已經沒有了，所以我們只點糖葫蘆。那我們先來吃強奇蛋糕。这蛋糕有在用心哦，它有先經過烤箱烤過，外表烤得相當的酥脆，裡面香甜的蜂蜜風味，整個口感是相當的美妙啊。再來是糖葫蘆的部分，我們先來吃麝香葡萄。哇，死定了，相當的粘牙。再來是草莓。外表裹着晶瑩剔透的糖霜，結成塊，成為像玻璃一樣，看起來是相當的漂亮。再一口咬下，麝香葡萄的甜味整個冒出來，是相當迷人的。草莓的味道是不遑多讓的，相當濃郁的香甜草莓，就像戀愛的滋味。接下來是布丁。相當的嫩 Q 軟嫩哦。嗨，朋友，我吃飽了。之後這一輪下來呢，歐文的肚子是相當的飽足。歐文呢，把所有的串燒都點了一輪，吃下來呢，整個體上呢味道是一般般的。最推薦的是它的嫩煎牛跟和格姆，還有雞牡蠣。其他呢，歐文是覺得還好還好。你想點的話再吃就可以咯。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，如果喜歡影片呢，請記得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並開啟小鈴鐺，才會錯過我最新的影片哦。也歡迎你跟我說你最喜歡吃哪一種串燒，或者是想看歐文挑戰哪一家，都可以跟我說哦。我是懂秘史歐文，吃貨永遠不會到，我們下次繼續大吃特吃，用胃探索世界，用嘴巴記錄美食。你的支持是我吃下去的動力。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